烦死了！好了，又到了我们1年1度的这个手机大横评的时间了，是不是期待已久了呢？嘿嘿，不少同学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出的这个大横评吧？各家的旗舰机，从标准杯到超大杯，都被我们狠狠扒了底裤啊！那么今年我们决定加大力度，把这一代啊，不光是各种旗舰机，还包括次旗舰和中端机一起囊括进来了。整个大横评也会分成4期，游戏性能、续航、影像和系统流畅度，我们的标准也会比去年更加的严苛，不仅引入了更多手段来扒出手机厂商们的各种小动作啊，更是会引入更多的维度，更全面的评价这一代手机。实话说啊，这个工作量非常爆炸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点一个赞，留个言，转发一下，支持我们不过分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手机厂商们作弊的重灾区，也就是游戏性能。众所周知，手机厂商在新机上市之前呢，都会给我们寄送媒体机来评测，其中啊也有很多是上手体验，也就是恰饭视频。那媒体机这个东西呢，就很微妙啊，很多的厂商呢都是喜欢在媒体机上搞点小动作的啊。首先对你的这个芯片体质精挑细选，选出那些体质好、功耗低的，然后啊针对媒体的测试流程定向推送调度策略，特挑加特调。反正机器开售前我们也没法买零售机来验证嘛，但凡你想要掐这一波首发的流量呢，就得乖乖的忍气吞声啊。其实我们在去年的大横评里就已经把这个事儿拉出来鞭策过各大厂商了。那会儿我们为了避嫌，还只是拿机型 A、机型 B 来指代。我本来以为大家应该会收敛一点的吧，但没想到啊，去年这些新机不但没收敛，反而还在作弊的路上是越走越远，变本加厉了。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是这一代的8E5和9500都属于挤牙膏升级的芯片。如果不在媒体机上动手脚，真的很难和上一代的8E还有9400拉开差距啊。今年的消费者其实已经完全不相信首发媒体机的数据了，有的数据就看着一眼假呀，对吧？大家默认了都是假的。我觉得啊，如果再不把媒体机特调这个事儿完全挑明了说啊，今年这帮厂商只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只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公信力。所以啊，今年这期大横评，我们连避嫌都不避了，直接把哪家厂商哪个机型打出来，赤裸裸的来对比一下各家送测的媒体机和卖给消费者的零售机，到底差了多少呢？来吧，揭晓答案吧。首先是极少数完全没有特调的厂商，就是苹果 iPhone， 甚至因为 iOS 26.1和26.2系统在不断的优化，你其实看它的帧率和功耗，新测的零售机普遍还比当时送测的媒体机表现还更好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26.0系统的首发太屎了啊，但反正苹果这边呢，确实算是比较老实的。而参测的各大安卓厂商啊，几乎就全部翻车了。由于大家首发测的分辨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就先别横向对比不同的厂商，我们后面会统一比较的。但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无一例外，大家都在特调作弊，没有哪家是无辜的。你比如搭载了天玑9500的 Find X9 系列，媒体机奔铁在900多 P 的分辨率下是能跑满帧的，零售机直接跑不满了，掉到了50帧出头啊。隔壁的 vivo 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零售机跑700多 P 也能接近满帧，但功耗比媒体机高了1.3瓦，5瓦多的机器高出1.3瓦的功耗，可想而知媒体机特调有多离谱啊！那高通机型这边呢，像一加的话就得看机器，8E5的1+15媒体机30分钟全程满帧，而零售机就只能坚持15分钟了，这已经算是特调幅度比较小的了，因为它是第一个出的嘛，就缺少特调的参照物啊。而像 S6啊、A46T 这些后面的次旗舰也都是存在明显的媒体机特调。实际上 A46T 我们当时还是等到上市之后再拿零售机复测了才做的评测，你对比功耗就知道这调的有多狠了。iQOO15的特调相比一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仅帧率和1+15一样，只能够满帧15分钟就会开始降频，功耗更是远高于媒体机。小米的情况比较的复杂，像17系列的这3台机器呢，首发的媒体机它的 VRS 可变着色率都是强制开启无法关闭的，通过损失画质来节约性能。这个我们在17首发的视频里就已经提醒过大家了。那上市之后啊，终于能够关 VRS 了，但这些零售机测出来就明显不如当时的媒体机啊，性能调度差一截，功耗也高了一截。
红米的 K90 Pro Max 啊，倒是少数作弊幅度不大的机器，但标准的 K90 和 Turbo 5 Max 都有非常狠的特调，零售机的性能差了不少啊。荣耀这边 Magic 8 Pro 的零售机啊，不仅帧率更低了，功耗也高了1瓦，发热是大了不少啊。大家心心念念的荣耀 Win 也不敢减，虽然零售机稳帧依然强，但功耗跑到了8瓦以上，暴涨1.7瓦。这个发热就导致帧率也没法像媒体机那样全程顶满了。到了后半段，因为发热，幻影稳帧就退出了，所以你看它的这个1%low帧是远远不如像媒体机上那么好了。至于努比亚跟红魔呢，也是老惯犯了。零售机的性能虽然给力，但功耗免不了要高出一大截来啊。媒体机这种帧率差不多，功耗低不少的情况呢，是相当的普遍。最后落实到机身温度上，你看这测出来差距就非常大了。观众一看你首发评测，哇，这温度能接受啊，结果买回去一玩，哇，发热爆炸，根本跟评测里不一样啊，这种事儿实在太常见了。除此之外，有些同学可能也发现了啊，就是很多后出的机器，它的特调会比先出的机器更严重啊，这就要聊到厂商内部为什么会选择对媒体机特调了啊。比如 A 厂商首发极简平台，那我们测了 A 的成绩出来之后呢 ，B 家的领导看到我们测的 A 的成绩啊，就会给自家的工程师提这样的要求：你们调的机器它的表现测出来必须要比 A 家好，不接受比 A 家差的成绩。那领导自己可能也没想要作弊，他只是对自己团队太有信心了，觉得自家的这个实力没理由比不过其他家，就这么安排下去了。但再强的工程师团队，他也要遵循物理定律啊！用着一样的芯片，除非 A 调太烂了，否则你何德何能 B 就一定能干过 A 呢？最后工程师们不作弊，就完成不了领导的 KPI， 自然就能求助于歪门邪道了。那 C 的领导一看，这个 B 怎么又这么强了呢？他们家能做到，我们凭什么又做不到呢？我们做出来一定又要干翻 B。C 家的工程师就很无奈了，既然人家做了 B， 那我也只能做 B 才能赶上了嘛。所以一开始可能只是轻微的特调，但后发的厂商永远不甘于落后先发的厂商啊，所以这个作弊程度呢就不停的滚雪球，最后甚至是一言加了。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期节目的机会，希望引起大家对于媒体机作弊的这个重视，也是呼吁各大手机厂商认真调教，少把精力放在这种幺蛾子上啊，最后被我们查出来你自己丢人，真的没必要啊。不过有坏消息啊，就也有好消息。好消息啊，就是这一代的旗舰机已经基本杜绝了高压游戏里亮度大幅跳变的情况啊，甚至连最新一代 iPhone 在我们的测试中都没有怎么降亮度，或者说啊，至少在我们300尼特的这个测试环境下，没有哪家降到我们能感知出的程度。看来这个小剂量已经基本上退环境了。好，那么言归正传啊，过去这1年的手机游戏性能到底哪家最强，哪家能效发热的控制又最好呢？我们先从一个刚推出的还没来得及进各家白名单的游戏说起好了，就是《明日方舟：终末地》。终末地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了专题视频聊过，我们其实和鹰角的技术同僚们做了很深的交流，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啊，这个游戏的线程设计它会比较利好双超大核的 CPU 等等啊，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同学可以先去看一看啊。这一次横屏呢，我们就统一采用了极高预设加极高渲染倍率，1036P 的分辨率，测试路线还是整个游戏里 CPU 压力最大的50层索道跑图。那我们就来揭晓结果吧。毫不意外的，在《明日方舟：终末地》里，综合能效表现最好的机型是 iPhone 17 Pro Max， 不仅性能上全程满帧，没有任何掉帧，功耗更是控在了超低的整机5.1瓦，远低于各大安卓机型啊。结合1% low帧和我们的体感来看啊 ，iPhone 17 Pro Max 的游戏体验绝对可以用丝般顺滑来形容啊，几乎没有任何卡顿了。相比之下 ，iPhone 17 Pro 的调度就比 Pro Max 要怂得多了。虽然它的散热也很好，但策略非常的保守，跑10几分钟就温控降频了，整机功耗只有4.9瓦。反而 A19 的 iPhone 17标准版，它的表现还会更好一点啊，平均56帧也是非常流畅的啦。安卓这边表现比较好的机器呢，就包括爱酷15两兄弟、1+15、努比亚红魔两兄弟，以及荣耀 Win 和 Magic 8系列这几个8亿5的旗舰机。爱酷15这边只有到20分钟后才有轻微的帧率波动，整体是保持在了58的平均帧，所有核心呢都控制在了平均 1.6G 左右，使得最后的功耗也控在了6.4瓦，还是不错的。爱酷15 Ultra 虽然定价过于离谱啊，但它也确实是少数真正做到了全程满帧的安卓机型。而1+15的表现和爱酷15有点类似啊，甚至于它也一样把 CPU 跑在了 1.6GHz 左右，所以帧率也差不多高，功耗呢也差不多。
红魔和努比亚的做法也是比较鸡贼的，哪怕开了觉醒模式之后啊，他们也不会真正拉满了跑，所以也就是跑到平均57帧，还是会有各种小波动的啊，但至少也是把功耗给控制住了，发热还算合理。荣耀 Magic 8系列也算是调的相当不错的，而荣耀 Win 的功耗相对有点高了，这两者的帧率都还能够保持在56到57帧的水平。但最让我意外的是荣耀的2台8亿机型 GT Pro 和 Win RT， 这两位在用着8亿的情况下，一样可以跑到非常高的帧率，甚至于Win RT 的能效完全没比自家的8亿5大哥 Win 要差多少啊！这下你知道8亿和8亿5的差距有多小了吧？然后还有一些能跑到高帧率的机器，但它们的功耗并没有优化的很好。首当其冲的就是红米 K90 Pro Max， 看起来56.4的平均帧还不错，结果一看调度人傻了，这 CPU 是直接冲着3G 赫兹跑啊，前10分钟功耗朝着10瓦狂飙，果然后面撑不住降频了，全程平均8.2瓦，合着这是压根没调过啊，怎么刚怎么来了。小米本家的17系列的4台机器情况也不乐观啊。小米17 Pro Max 同样是上来非常的高，但是它的散热又不像 K90 Pro Max 那么好，结果就很快降频了，能效不好看的同时，温度直接爆炸，朝着50度一路狂飙啊。而2台中杯小米的帧率和能效也都差不多，前面不要命的猛跑，后面疯狂降频。不算上还没发布的三星啊，这几位在8亿5里算是现在吊车尾的水平了。实际上啊，有很多的8亿机器的表现都不逊色于8亿5，除了刚刚提到的荣耀外啊，爱酷 Neo 11。一加的 Ace 5 Pro、小米15 Ultra、Find X8 Ultra 这些机器也都能够跑到50帧以上，并且呢功耗也都不高，而其他的8亿机型普遍是跑到40多帧的样子。大家可以看看你感兴趣的机器是个什么水平啊。然后啊就要聊一聊天玑机型了。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中国地对于发哥这种单超大核旗舰来说不太有利。果不其然，9500机型确实不怎么样啊。这个 X9 和 X300系列呢，虽然说帧率并不算低，但是功耗却比高通阵营要高出非常多，都是跑到7瓦以上的，能效完蛋，温度感染。更逆天的是搭载了天玑9400 Plus 的爱酷 Z10 Turbo Plus， 还有红米 K80 至尊版。爱酷是太刚了，而红米是游戏不在白名单里，根本没调过，直接功耗爆炸。最后还有几台8进5的新机，我们也测了一下。实话说，8进5在中国地里的能效绝对是不如8亿的。这几个机器功耗都飙到7瓦多了，帧率也才40几帧啊，看起来并不太行啊。应该说8进5少得可怜的缓存，最不对付的就是这种地图串流、I/O 承压的场景了。高速移动时大量的资产涌入缓存，对于8进5来说真的是要老命了。最后，我们从强到弱，给大家完整放一遍中国地里的这些旗舰还有次旗舰啊，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的预期呢？中国地作为新游戏，我觉得加在横屏里是打了某些厂商一个措手不及。现在这些安卓厂商都极度的依赖白名单机制，那我们测的还是热门游戏呢。你要是玩的是白名单外的游戏，那你真别指望这帮厂商能有什么好的表现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测一个铁定在白名单里的移动端大作，就是明朝了。3.1版本的明朝质量不错，很多同学都回坑了，但很不幸啊，这个游戏的负载依然是相当的高啊。我们这一次就更新了测试路线，沿着拉海洛的这段环路骑摩托车，全程冲刺跑图，同样会有大量的资产串流，这算是开放世界游戏比较难处理的。那我们在安卓端统一开到最高档 864P 的分辨率，全最高画质啊。不过明朝在 iOS 端限制了最高分辨率，只给到了718P， 所以横向比较的时候就得注意了。但即便是分辨率比安卓低的情况下，明朝在 iOS 上的能效表现依然是不如安卓端的。iPhone 17 Pro Max 没法全程顶满帧，平均57.2帧，6.2瓦的功耗和864P 的815机型比起来都有点偏高啊。不过 iPhone 居然罕见的在游戏里跑出了6瓦级的功耗，这17 Pro Max 的散热释放确实要比以往的 iPhone 激进很多啊。另外2台偏保守的 iPhone 17 Pro 还有标准版的17就没有那么舒服了，718P 也才跑到50帧啊，放在安卓端也就跟一些好的8进3机型差不多。明朝啊是基于虚幻4引擎开发的，那 Epic 和苹果毕竟是法庭熟人的关系，所以 iOS 的优化差也算是意料之中了吧。那么有没有哪一家的机器跑明朝比较强的呢？似乎看起来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几位啊。815的旗舰里，首先就是努比亚和红魔这2台机器，满帧无压力的同时，功耗也控在了5.6瓦，算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啊。荣耀的表现也很不错。Magic 8 Pro 和 Win 都能够做到满帧无压力，还有就是爱酷啊，爱酷15 Ultra 也跑出了完全满帧。
iQOO 15呢，也同样跑出了趋近满帧，并且功耗还控得挺低的，在性价比旗舰里算是挺不错的。米西旗舰在明朝里的表现倒是没有像中末地里那么拉了，毕竟进了白名单啊。小米17 Pro Max 和红米 K90 Pro Max 都可以做到接近满帧的同时，功耗跑在合理的水平。不过小米17 Pro Max 受限于背屏，它这个散热确实是不怎么样啊。K90 Pro Max 的散热倒是相当的可以啊，温度和红魔差不多低了。不过众所周知，这8亿5相比8亿也没什么进步，这一点在明朝里也是体现了淋漓尽致啊。其实有很多的8亿机型跑得也非常不错，像 Realme GT8 呀，还有1加 A46啊，荣耀无影 RT 呀，包括iQOO Neo 11啊，还有像 X8 Ultra 和 X200 Ultra 这两台影像旗舰都能在明朝里跑到接近60帧。同时，发哥机型在明朝里的表现也还不错。天玑9500的 X9啊，还有 X300系列，尽管不像一些8亿5的机型顶得那么满，但也可以用比较低的功耗跑到接近满帧啊。甚至像红米 Turbo 5 Max 啊，还有1加 S5至尊版这些基于9400的机器，也有挺不错的一个性能。那有好的，就一定也有不太行的。比如1加15，当时媒体机测得非常顺，结果现在的零售机跑明朝，18分钟后就开始温控锁45帧，体验甚至不如自家的8亿机型 A46了。同为1加的 S5 Pro， 还有1加13T 也有类似的锁帧策略，包括兄弟品牌 Realme 的 GT8 Pro 也是如此，玩了11分钟就开始锁45帧，还不如自家的 GT8。小米17 Pro、17 Ultra 还有标准版17这3款8亿5的旗舰表现也都不怎么样，玩着玩着就开始降频掉帧了。更离谱的要数红米 K90 了，作为一个8亿机型，才跑7分钟就锁30帧了，然后时不时恢复60帧运行，又跳回30帧，你就看看这个帧率曲线，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游戏能流畅就有鬼了。我说实话啊，这个 K90 和他自家大哥 K90 Pro Max 比起来，它简直就不是一个团队做的呀，太拉了。其他的8亿机型我们也都测了，反正谁好谁坏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倒是8进5机型在明朝里的表现就没有像中末地里那么差了，3款8进5机型都能够保持58帧以上的平均帧，除了 S6T 以外的另外2款呢，功耗也都还算是比较可控的。单说明朝的话呢，8进5这个表现其实并不比8亿的机型差，而小米玄界相比中末地里硬刚9500来说啊，在明朝里的性能算是比较差的了，玩一会儿就会降频掉帧了，平均不到50帧。最后也是给大家来总览一下明朝的成绩，看看你感兴趣的机型表现如何吧。然后啊，就是节目里的常客崩坏星穹铁道了。黄金的时刻至今还是手游压力的一座高峰啊。不过崩铁在 iOS 端和一些8亿机型以及所有的8进5机型上都限制了700多 P 的分辨率，这些机器我们是没法参与 981P 的对比的啊。所以啊，我们2轮其实都测了。现在看一下 981P 的高负载测试。毫不意外的，在崩铁里最顶的2台机器，一个是红魔11 Pro， 一个是荣耀无影。红魔这边也没什么奇技淫巧，就是精准的把 CPU 性能控在正好够用的程度。你看平均下来，超大核 1.4G， 中核 1.2G 多，其实并不高。崩铁因为压力很大，跑到这个程度就已经7.6瓦的功耗了，但红魔还是能够压住的。同时它的帧率可以跑到几乎满帧啊，这个很明显是针对场景调过的，主打一个游戏手机一定要重视游戏啊。不过红魔的表现也并非完美啊，虽然性能调教顶级，但我们在测崩铁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了断触问题。11 Pro 的屏幕左右两边触控完全失灵，只有退了游戏重新进才能解决。这代红魔换用了新式的触控方案，软件上可能还有优化不到位的地方，看来还需要再磨合。荣耀这边的表现也是很不错啊 ，Win 哪怕不开幻影稳帧，在前25分钟也是可以完全顶满60帧跑的。25分钟后啊，出现了一些小波动，但降频也非常的轻微，这一段也有57帧。整个30分钟下来呢，平均是59.3帧，功耗7.8瓦。从温度上说有点勉强，但也算是压住了。开了幻影之后啊，其实对于后面稳定降频的这一段是没什么帮助的。幻影主要是能够改善前面顶满60帧时的1%low帧，让你不会有时不时卡一下的感觉。这种小掉帧的问题，哪怕是其他家补到120帧，其实也是没法解决的。前面的这一段确实体验上非常明显，1%low帧几乎也是顶满60帧的，特别的丝滑。不过 981P 的崩铁功耗太高了，所以后面发热上去之后就自动退出幻影了。
总体来说 Win 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但我想说，荣耀的幻影稳帧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技术。这一次我们零售机测出来呢，开幻影是会引入一些延迟的，和我们通常说的补帧延迟不一样。幻影的这个延迟主要是来自于3重缓冲。你其实可以看到，这样拖的时候呢，幻影有时候就会出现不跟手的情况，它比正常情况会多拖0到2帧。因为幻影稳定出帧的前提是它的这个蓄水池里得有帧，所以荣耀通过3重缓冲把它这个蓄水池给加大了，以免需要帧的时候给不出帧，但这就会增加延迟了并且会让渲染和输出解耦。虽然确实干掉了小卡顿，但代价呢就是你玩起来感觉这个手感有点肉肉的。另外就是幻影稳帧在 Magic 8系列上似乎有 bug， 开着是没问题，但并不能正常关闭，就是它把稳帧关了，但是3重缓冲没关，等于你关了幻影玩，延迟还是在啊。但 Win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只有 Magic 8系列有，我只能理解为需要修 bug 啦。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器呢，是爱酷15 Ultra 光从我们测的帧数来看，它跑的是非常的猛1% low 帧居然都能跑到59这简直逆天了。但实际玩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太对劲了。虽然确实也很流畅吧，但肯定是没到59的 low 帧那种程度如果是59的 low 帧，那几乎就是完全固定了16.67毫秒出帧才对手感应该是很丝滑的。但实际上它这个手感呢，更像是没开垂直同步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很跟手但是它的这个帧生成时间是不稳定的。那我们决定深究一下，仔细抓完 Trace 之后，我们就发现问题了。它的合成器与游戏的渲染出帧似乎是完全脱节的。合成器始终是以60赫兹的节奏固定刷新屏幕，但根本不会等待游戏帧。也就是说，不管游戏这一帧有没有准备好，合成器都会每16.67毫秒刷一次屏。所以测试软件读到的始终是一条完美的60 FPS 直线。可对于游戏来说，在没有触控输入的时候呢，它甚至都收不到来自合成器的垂直同步信号更新节奏和60赫兹完全脱节，游戏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的。只有当出现触控输入的时候，游戏才会重新收到 VSync 信号，更新间隔逐渐重新贴合60赫兹。同时，爱酷也会把 GPU 频率短暂的提平，把渲染时间压到16.67毫秒以内，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垂直同步继续渲染。整个过程中合成器始终稳定60 FPS， 但游戏实际上的帧时间却是在漂移的就是一帧快一帧慢的感觉我们不管这种不开垂直同步的感觉好不好，或许这样是能够降低延迟，对吧？但是你只需要知道一点，就是这样测出来的帧率并不真实就行了。这种测试工具抓不出的骚操作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以后也会慢慢引入基于视觉的算法来测游戏反正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总有办法抓到你的。那回到我们的横屏当中这个8亿5的努比亚 Z80 Ultra 还有8亿的荣耀 Win RT 跑奔铁也都是非常的猛但这2位都是拿功耗换来的。8到9瓦的这种逆天功耗下，温度已经完全爆炸了。尤其是努比亚的 Z80 Ultra， 它的觉醒模式甚至比红魔的觉醒模式还要更高温度直窜50度以上，我愿称之为熟人模式K90 Pro Max 的这个表现倒是挺值得表扬的。确实这一代红米旗舰在白名单内的游戏表现是还不错，算是米系第一了。Realme GT8 Pro 和 iQOO 15差一点但也都还算是不错的。再往下的各种8亿5、8亿、9500、9400机型就都做一桌了。大多数机器都是徘徊在50帧以上，功耗都超过了7瓦，这算是普遍水平吧。那有没有比较烂的机器呢？也有，比如一加 S6、爱酷 Neo 10 Pro Plus、一加 13T、Realme GT8 以及红米 K90。哇，这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几个8亿的机器包括还有像小米 15S Pro 他们这一些呢，奔铁 981P 都是没有跑上50帧的。我们接下来把分辨率都降到763P， 来看一下苹果和次级键的情况。回到了 Unity 引擎后iPhone 的能效似乎又活过来了。同为700多P 的情况下呢 ，iPhone 17 Pro Max 满帧功耗控制在了5瓦出头，还是比8亿5旗舰要低不少的。帧率基本上是全程跑满，性能还不错。标准版 iPhone 17和17 Pro 的帧率波动会更大一点，但也都还是比较流畅的。
700多 P 的分辨率下，基本上大多数当代的815啊、9500啊，还有8E，甚至3台8Gen5的终端机都能够接近满帧流畅运行了。但也有几个坑爹的例外啊，比如小米17标准版啊，再比如再一次点名红米 K90啊，都是很怂的一个调度策略啊。这一次测本帖啊，我们决定啊，在700多 P 这一档大家都能够跑的设定下呢，再加测一轮30度5G 的魔鬼测试数据。基于我们自己搭建的这个5G 核心网，极客湾电信，我们是首次打通了5G 游戏功耗的测试啊。现在的30度5G 魔鬼测试下，我们还能够看到相比常温 WiFi 环境，功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果然啊，换到了高温5G 环境下呢，就倒下了一大片啊。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好汉啊。iPhone 这边17 Pro Max 不负众望，在30度5G 下还是能够基本坚持接近满帧的。相比25度 WiFi， 并没有损失太多性能。这一代 iPhone 在散热上的进步是有目共睹啊。1+15和 A16， 甚至8Gen5的 A+A16T 呢都没有怎么出现掉帧，包括参测的所有爱酷，还有荣耀 Win 和 RT 啊，红魔和努比亚呀，以及红米 K90 Pro Max 啊，还有 Turbo 5 Max K80 至尊版，包括 Find X8 Ultra 和 Realme Neo 8，好像在这个魔鬼测试里也都是比较坚挺的。然后啊，几台天玑9500的机器，这个 X9 系列和 X300 系列呢，在30度5G 下有轻微的掉帧，但也算是坚持下来了，帧数也没有太难看吧。当然了，也有户外影响比较大的机器，比如温控非常怂的 iPhone 17 Pro 啊，比如小米17全家桶啊，玄界加上外置发歌基带的小米15S Pro 啊、15 Ultra 呀、Realme GT8 Pro 啊，都是在30度5G 环境下受到了很大影响，掉帧比较严重的。从功耗上说，其实倒是挺让我们意外的啊。这个5G 场景的功耗并没有比 WiFi 高太多，虽然有些机型确实5G 的功耗会高一些，但也有5G 跟 WiFi 的功耗差不太多的机器。这个甚至还是在叠了30度高温 debuff 的情况下啊。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啊，5G 要想非常耗电呢，得是比较低信号的场景，或者是频繁切换小区、频繁搜网之类的。那游戏其实只要不是云游戏，就没有那么吃网络带宽。像我们这种实验室测试，如果不用很低的信号强度，5G 和 WiFi 未必能有功耗上明显的差距吧。最后啊，我们也测了压力比较小的王者荣耀。由于 iPhone 只支持120帧高清，所以我们就不拿来跟120帧极致设定的安卓机来对比了。我们来看一下各家安卓旗舰的能效控制做得怎么样啊？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最强王者能效的桂冠是被 OV 两家的天玑9500机型给摘走了。X9 系列和 X300 系列都跑出了3瓦左右的最低整机功耗，包括1+S5 至尊版和爱酷 Z10 Turbo Plus 这两台9400机型功耗也很好看。相比之下，各大8E5旗舰王者能效比起8E 是没有任何优势的，这也非常合理啊，毕竟这一代高通的这个低频能效就是毫无进步嘛。需要注意的是啊，王者因为负载低啊，所以整机功耗里屏幕的比重会比较高，大家也千万别直接把这个整机当成芯片功耗来解读啊。那王者的流畅度主要是参考 low 帧的表现，如果你打王者比较多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测这个 low 帧来选择啊。那除了性能测试外，触控也是游戏里很重要的一环吧。这在旗舰机打游戏的时候，触控延迟高不高呢？跟不跟手呢？我们这一次也对点击延迟做了测试。首先，我们和去年一样，先开启各款手机的性能模式或者游戏模式，测了和平精英里从触碰开枪到画面上枪口冒火的链路延迟。我们去年就讲过，由于垂直同步的存在，链路延迟并不会是一个精确值，有的时候可能按上去很快就响应了，有的时候按上去可能要延迟一会儿才会反应，所以我们的测试就得测非常多轮取平均值，并且我们这一次也会多测一个标准差，来看一下大家延迟的波动范围稳不稳定。那先来看看和平精英，你猜猜看表现最好的是谁呢？是荣耀的 Win 和爱酷15系列，这3台机器都做到了仅35毫秒左右的链路延迟，这甚至已经接近很多游戏 PC 的链路延迟了。这一方面归功于像荣耀 Win 它是做到了4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两台爱酷15的300和360赫兹也非常的高。另一方面，这两家确实在触控优化是下了功夫的。那有没有谁的表现是一眼比较差的呢？iPhone
啊。我们实测今年的3台 iPhone 在和平精英里链路延迟都达到了60毫秒左右，在参测的所有机器里也是处于吊车尾的水平的。其他这些安卓机似乎在和平精英里的延迟表现都差不太多，都是维持在40到50毫秒左右的这个区间。但如果看标准差的话，有几个延迟表现相对不稳定的，比如 vivo 的 X300系列呀，还有小米的17 Ultra 以及努比亚的 Z80 Ultra 都是需要好好优化一下的。本来我以为这应该就是大家的触控表现了吧，iPhone 的延迟果然远远没有坊间谣传的那么好嘛。直到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测试，就是默认电池模式下的白名单外的应用。我们自己用相同的框架写了一个空白 App， 跑在安卓和 iOS 上，再来测一遍大家的链路延迟。这一次的结果就和和平精英里完全不一样了。3台 iPhone 的延迟甚至比和平精英里降低了将近20毫秒从遥遥落后变成了名列前茅。为什么延迟能低这么多呢？主要就是少了和平精英图形引擎渲染的延迟。事实上并不是 iPhone 的延迟高，而是 iOS 版的和平精英的延迟高，或者说很多 iOS 版游戏的延迟高相比安卓版本呢，这些游戏的 iOS 版的渲染链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们启用了3重缓冲，这会导致额外的延迟。实际上，苹果的 Metal API 默认就会开3重缓冲，虽然你可以改成双缓冲，但大多数的开发者不追求延迟，其实也就按照默认推荐的这么开着了。那苹果为什么顶着延迟也还是推荐开发者用3重缓冲呢？这就要看看3重缓冲的好处了。我们前面讲过，它通过多排队一帧，把帧的蓄水池给变大了，来避免出帧不稳定。这苹果的 iOS 一直都是视觉一致性导向、动画驱动的系统，以他们的理念，严格的帧节奏比低延迟来得更重要反正当我们换测了空白 App 之后呢 ，iPhone 的延迟表现就没有像和平精英里那么拉了。那其他手机的表现怎么样呢？理论上说测试我们的空 App 完全是没有图形渲染的延迟的，只会比和平精英更低嘛。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安卓机的延迟都完全没有降低，甚至有些机器还更高了。这是因为安卓这边的白名单机制发力了。只有检测到白名单里的应用，安卓才会启用更灵敏的触控感应。包括你可以看到，由于没在白名单里，几乎所有安卓机的触控采样率都降低了。包括还有很多安卓机的触控设定会受到电池设定的影响，只有性能模式下才有比较好的触控体验。比如小米系就是这样的，把电池设定改回默认的均衡之后，大多数小米手机的延迟都高了一大截。那在我们这个撇除掉图形渲染后的空白 App 里呢，你还能看到一个 iPhone 的优势，就是它的触控延迟范围非常的稳定。我们测得标准差都是只有2点几，等于这么多人测试下来，触控延迟几乎没什么波动，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区间里。在参测机型里，这算是数1数2的稳定度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音游玩家会更青睐用 iPhone 或者 iPad， 因为有 offset 的关系，音游其实并不追求绝对低的触控延迟，只要你的延迟别太高就行了。但是iOS 的触控延迟波动比较低，出帧很稳定这个是音游玩家更看重的。而另一方面 ，iOS 的音频链路也做得更好。我们这一次和喵斯快跑的同学做了技术交流，他们内部开发了分析工具，可以测出2个平台的音频链路延迟。你可以看到 ，iPhone 不仅音频延迟很低 ，iPhone 17 Pro Max 仅有28毫秒的平均延迟。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标准差远远比安卓机要来的小只有0点几的标准差，这意味着 iPhone 的音频是极为的稳定延迟不会忽高忽低。那安卓这边的音频表现呢，就很参差不齐了倒是也有音频不错的安卓机。那你知道安卓音频最顶的是哪台呢？红米 K90 Pro Max 虽然不及 iPhone 稳定，但是它的延迟是非常的低这个18毫秒的平均延迟简直鹤立鸡群而且你们也知道，这个机器的音质也很棒它这套音频系统绝对是好好调过的。其实米系的表现整体都还挺不错的，小米17系列的音频延迟也是名列前茅，包括2台爱酷15以及荣耀的几台旗舰也都不错。但是安卓烂的机器是真的很烂
比如 OPPO Find X9这2台机器，哇，将近90毫秒的音频延迟哦，这个真的能玩音游的吗？还有一加除了15以外的所有这些冲低的机型，没有一台表现好的。再加上不少音游可能就根本不在安卓的白名单里，玩家在买安卓机之前啊，根本不知道机器的音频延迟是不是稳定且正常的。这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音游玩家会买 iPhone 和 iPad 了吧？其实啊，我们本来还想引入一个新的延迟测试，就是滑动延迟。点击延迟表现好的机器，它这个滑动延迟不见得也能很好啊。但是测滑动延迟就特别麻烦啊，如果不想一帧帧去数的话呢，就需要专门开发基于视觉的算法去测量。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估计啊下一次再做大横屏就能拿来用了啊。到这里，我们的手机游戏性能大横屏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怎么样，看的应该还是挺爽的吧？对于手游玩家来说啊，过去1年推出的这些新机里面，最适合打游戏的机器是谁呢？我帮大家省略一下。那首先，苹果这边 iPhone 17 Pro Max 绝对是很值得推荐的，历史上游戏性能、散热表现最好的 iPhone， 只要你的预算充裕。安卓这边815旗舰里面，结合游戏表现跟性价比来说，我觉得爱酷15和荣耀 Win 这2个是最值当的。当然了，今天的评测里你也看到啊，就是骁龙815相比它的前代真的是提升不大。那隔壁的天玑9500呢，也是给它机会它不中用啊。所以预算没有那么多的同学，我觉得你买8亿的机器才是最划算的就是得注意避开一些天坑，比如像 K90 标准版，对吧？当然了，今天这期视频啊，只是说了游戏嘛，我们后续还会拿着所有的这些机器来测续航、影像和流畅度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好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干货足够多，对你有用的话呢，一定要点赞、留言、收藏、转发，关注我们极客湾的频道。我是云飞，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